火药味渐浓，法国这是要玩火，恶意践踏俄罗斯红线。马克龙还敢跟普京硬刚，通话时直接向普京坦言要捍卫乌克兰主权。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作为战斗民族，在普京的带领下，态度向来都是非常强硬。而且近年来俄罗斯迅速发展，当前的综合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尤其是在国防实力方面，更是世界各国都有目共睹的。所以凭借着这一点，他们向来都是有仇必报的。而且把俄罗斯视为死对头的美国，最近拿出各种理由来针对俄罗斯，还怂恿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但是普京面对美国的挑衅一点也不虚，还为此警告西方国家，乌克兰是俄罗斯的红线，其他国家不容许践踏。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最近竟然玩起了火，公然挑衅俄罗斯，还向普京坦言要保卫乌克兰主权。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局势、北约黑海军演、白俄边境难民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探讨。但在探讨乌克兰局势的相关问题时，马克龙却直接向普京坦言，宣称法国将准备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但是具体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捍卫并没有说明。而普京对马克龙的表态并没有表现得很积极，只是以乌克兰当局误判局势来回应。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法国确实是有点掂不清自己的分量了，敢跟普京硬刚，还直告普京法国会捍卫乌克兰，这属实是有点上头了。普京虽说没有跟马克龙发生争论，但是间接地把责任推到了乌克兰政府。这一方面凸显了普京的大度，不愿意跟马克龙争辩，但同时也表明了决心。俄罗斯是不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松懈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普京对法国是没有看在眼里的，他根本不担心法国能玩出什么花样，所以没有再去跟马克龙进行争论。不过俄罗斯的强硬态度从来都没有变过，所以说法国还是不要往枪口上去撞，不要误判俄罗斯的决心和信心。如果耍什么花样，俄罗斯必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俄罗斯很早就表态，乌克兰问题是俄方的红线，如果对此干涉，就等同于挑衅俄罗斯。因此，如果法国执意如此，其实是没有多大好处的。总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向往和平，我们希望法国还是不要学习美国，为了谋取利益而破坏和平的趋势。跟俄罗斯作对，法国带来不了多少的利益，甚至可能只会害了自己。谋求大国地位不容易，土耳其郑重表态，S-400将用于打击一切外在势力。事关中国周边，土耳其举动值得注意，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近段时间，俄罗斯打算向印度提供 S-400被搬到明面上，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事实上，不只是印度选择向俄罗斯购买该武器，土耳其早就表示过对该武器的认同，并将其用于军事防御。当被提及该武器的时候，土耳其郑重表态，S-400将会被土耳其认真对待，并不会被滥用。相信大家能看到的场景是土耳其将该武器在合适的时间以及合适的地点进行使用，而不是用于其他用途。而这则声明被指出是土耳其专门用来堵住美国丑恶嘴脸的。正如美国禁止印度向俄罗斯购买该武器一样，其也对土耳其进行了有力的打击。相比于美国对于印度的口头警告，美国对土耳其可是实实在在的打压，直接用 F-35进行威胁，想要土耳其放弃该决定。一方面，美国是害怕土耳其会靠近俄罗斯，成为俄罗斯的专有武器输出对象，这种长期的武器交易很有可能让双方关系更进一步，而这是对美国非常不利的事。另一方面，土耳其进口武器多多少少提高了战斗力，美国又没有从中捞到一点好处，反而增多了威胁，这使得美国更加愤怒。可是美国的制裁还是落空了，土耳其为了 S-400不惜放弃 F-35，背后究其根本还是野心作祟。事实上，该武器目的不仅是防止美国和北约人的入侵，而是全部势力。土耳其曾提到，如果土耳其受到侵犯，该武器就会被使用，不管来者是谁。而这里的一切外来势力就很让人寻味了。而另一件事情更值得警惕，如果说土耳其购买 S-400可以辩解为自保，那么这件事情把土耳其的野心实实在在的给暴露出来了。事关中国周边，土耳其联手中亚的4个斯坦国家，将突厥语国家委员会改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这说明土耳其正在慢慢伸向俄罗斯，想威胁俄罗斯的进步权益。土耳其举动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但还是埋下了一定的隐患。短期看这没有什么，但从长远看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早从土耳其挑衅美国中看，在捞取不少好处后，土耳其开始飘了，在谋求大国的路上越加猖狂。
只是谋求大国地位注定是不容易的。表面上看，土耳其在对抗美俄两国时表现出了强硬不妥协态度，并将占便宜发挥到极限。而土耳其这两大微妙举动或与美俄有关，就是想要进一步扩大军事，从而三分天下。但是美俄的好处是那么容易就能占到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明眼人都能看出土耳其外强中干，完全就是在用鸡蛋碰石头，其结果可想而知。英乌统一战线集体对俄认怂，或在筹划一件大事。抗议1万遍不如飞一遍，面对挑衅，俄罗斯绝不让步。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近日，俄乌的冲突上升到了一个阶段，不只是北约、美国在俄罗斯敏感地方进行活动，似乎连欧盟都要出手了。法国喊话，很有可能会向乌克兰派兵，以期缓解这种紧张的局势。有意思的是，在三方拉起警报预警的时候，英乌却发出联合声明，称不想与俄罗斯为敌。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看似却是最不可能会说出这句话的人选。一方面，俄乌冲突是存在已久的，而在西方的眼里，乌克兰一直被俄罗斯给毒害。从乌克兰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其也持赞同的态度。另一方面，英国军舰、军机前往俄罗斯领地进行巡逻的事，可是一点也不少。现如今，英国被爆出大卖军火给乌克兰，相关人士对此分析，北约用乌克兰制衡俄罗斯的小把戏，或许只有乌克兰不能接受这种现实，并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投以善意。北约一直声称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集兵，使得整个形势变得紧迫，而乌克兰借机购买军火，早就暴露了其不安。至于英国，明显就是想占便宜，又不想承担责任。但是在获得多方武力支持后，乌克兰开始退缩，不敢与俄罗斯为敌，确实存在蹊跷。英乌罕见统一战线对俄罗斯释放善意，怎么看都不太可能。虽然英乌对俄罗斯感到恐惧果然是一大原因，但这背后难免不会有更大的阴谋。美国辛苦布一场局，而身为手下小弟的英国竟然敢提出相反的想法，不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这难免是在打脸美国。不过从现实出发，在涉及利益的面前，谁也不想去趟这场浑水。美俄矛盾激发，卷入两国纷争，的确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只会让自己面临更加尴尬的境地。而这个状况，英国想必早已经尝到了俄罗斯的拳头。英国战斗机前往俄罗斯北部地区，想要实施挑衅行为。但面对俄罗斯的图160军机，英国台风战斗机只敢停留在原地，不敢近距离接近。而这次英国所谓的以牙还牙，着实是在打脸。这次的打脸行为，不管是英乌对乌克兰的表象示好，还是真心实意，换个角度看，俄罗斯做法一定程度上确实值得借鉴。有句话说得好，抗议1万遍不如飞一遍。北约、美国军机闯入俄罗斯腹地，俄罗斯就用相同的手法进行回敬，其本质就是在说，面对多方挑衅，俄罗斯绝不让步。总之，美国对俄乌的介入再猛，搞得再有理，都对俄罗斯没有实质性影响。至于英乌的态度，估计俄罗斯也未曾放在眼里。中美会晤之际，拜登寻求对话真假参半，在南海留了一手，日本也被掺和进来，美国人反应很悲观。近来，一场中美视频会晤引起了世界的重大关注。有人说，在这一场会晤以后，中美对抗的模式将会由大火调成小火。从会议本身来看，美国的态度确实有所转变，比如拜登声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寻求改变中国等，但事情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在会议上展露求和姿态只是美国的一面，拜登还留了后手。据悉，在中美视频会晤的同一天，美国在南海做出一个首次举动。据《环球时报》军事援引日本自卫队消息称，当天美国海军连同日本海自共同在南海举行了一次反潜作战演习。期间，日本海自出动多艘舰艇，包括一艘出云级直升机航母加贺号、一艘驱逐舰以及重头戏潜艇等。而美国方面则派出了一艘驱逐舰以及一架反潜巡逻机。显而易见，这次美日演习的重点在反潜作战上。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是美日首次在南海开展这样的反潜作战演习，其意义相当特殊。外界分析师指出，无论是从演习地点还是演习内容上来看，美日针对意味都十分浓厚。不过，对于这样的险恶目的，美日还稍有掩饰。日本海自声称，这是为了加强美日同盟的海上威慑力以及应对能力。但是谁都清楚，这不过是一套虚伪的说辞罢了。近段时间，美日接连在南海地区挑事，用所谓的军事演习来挑动中国周边局势紧张，而如今更是选在这个特殊时间点来开展这一首次举动，其背后用心耐人寻味。从美国的对抗姿态来看，奢望用一次会议就转变中美对抗局势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保持大国激烈对抗的姿态仍然不会有所改变。拜登在南海留后手，就是最好的证明。况且这次美国还让日本掺和进来，就更加说明美方的对抗决心。而本以为拜登有所好转，不再痴迷于大国对抗的美国民众，看到美日南海这一幕后，也集体陷入悲观中。
环球网援引美国世界政治评论报道称，与中国展开竞争，美国人民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很明显的一点是，美国的实力正在衰落，中国的实力正在上升。这一激烈竞争最让人担心的是，美国激进派往往将这一竞争结果描述为新冷战、战争等极端局面，这让美国民众集体感到悲观。一旦陷入到最后极端局面，美国要面临的危险将是空前的。